在弹簧下方摆放一个重物，观察它的运动状态。此时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可以建立对应的数学模型来诠释它的运动轨迹？而这也是本单元要介绍的主题。让我们来看以下的介绍。为了理解观察到的物理现象，我们常常透过基础的理论依据来建立对应的数学模型。现在就让我们透过大家所熟知的简谐运动来实现这个想法。假设有一个弹簧，一端接在固定的墙面上，另一端则接着一个指点，处于平衡的状态。我们可以将这个弹簧拉长再松手，则这个指点在弹簧的作用力之下会呈现来回震荡的状态。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可以建立对应的数学模型来诠释这个指点来回震荡的位置？因此我们可以考虑以下的分析。考量该指点从平衡点所形成的位移，也就是 S of t， 显然视为时间 t 的函数。当然也有弹簧所对应的作用力，也就是所谓的弹力，用 F of t 来诠释。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考虑左边的一些相关资讯。我们假设这个指点的质量为 m， 而弹簧的弹力系数为 k， 而弹簧的弹力会随着时间 t 而改变，即为刚才所提到的 F of t， 而这个指点的位移，也就是刚刚所提及的 S of t。然而它的速度，我们用 v of t 来诠释，至于它的加速度，则是 a of t。我们可以透过电脑的模拟来观察这个指点震荡的行为。当中的 P 点就对应指点的位置，我们可以描绘它所对应的位移，也就是绿色的向量。我们以右为正，而以左为负。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描绘它所对应的速度，或是对应的加速度。我们可以借由这个动画，观察到指点的位置改变，也就是位移，还有对应的速度，还有加速度的交互关系。在这个电脑模拟的动画当中，我们是假设指点的质量和弹力系数皆为1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厘清这个指点它位移、速度跟加速度的关系。由于速度就是位移改变的快慢，因此透过微积分的概念，我们发现速度 v of t 其实就是位移的导数，以及 x prime of t。可是加速度又为速度的瞬间改变快慢，所以加速度 a of t 其实就是速度 v 的导数 v prime of t。显而易见的，它就会是位移的二阶导数 s double prime of t。然而透过牛顿第二定理，我们知道这个指点所受到弹簧的作用力，也就是弹力 F of t， 它必然为该指点的质量乘以加速度，就可以写成 n 乘上 L of t。然而我们又可以把 L of t 用 s double prime of t 代入，就写成是后面的式子。另一方面，透过虎克定律，我们知道弹簧的弹力大 F of t 其实会跟弹簧的伸长量，也就是这个指点的位移 x of t 有正比的关系。可是两者的方向相反，所以我们就得到 F of t 等于负 k s of t 的结果。我们比较左右两式都涉及了弹力大 F of t 的大小，可是却是用不同的表示法，所以它们应该是一样的数值。因此我们就得到质量 m 乘上 s 的二阶导数 s double prime of t 应该等于是负 k 乘上 s of t 的结论。透过移项，我们就可以得到右边的式子。然而在这个式子当中，我们可以尝试把质量 n 除掉，所以就会变成是右边的方程式。而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假设另外一个系数贝塔定义为 n 分之 k， 显然是个大于0的正数。那么这个式子就可以改写成是下方更精简的形式，即如 s double prime of t 再加上贝塔乘上 s of t 等于是0的方程式。如果我们可以求解这个方程式，那么我们就可以掌握到 xt 这个位移的函数，就可以用来诠释这个指点的简谐运动了。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这个方程式推广成是下面的形式，也就是 s double prime of t 再加上 alpha 倍的 s prime of t 再加上贝塔乘以 s of t 等于0。而这个方程式是由函数 x of t
及其对应的导数所组合而成，而这个方程式就称为是微分方程式 differential equation。因此在这个单元，我们将会着重在如何解出这个微分方程式。如果我们可以掌握对应的技巧，就可以回过头来诠释简谐运动的概念了。现在就让我们将注意力放在这个微分方程式，并发展对应的解题技巧。首先，我们考虑以下的常识：假设函数 s of t 定义为自然指数函数1的兰达 t 次方，我们先计算它所对应的导数。于是，我们可以透过广义的微分公式，1的 u of s 次方所对应的导数，即为原函数本身，再乘以指数的导数 u prime of s。透过这个公式，我们可以计算 s of t 的一阶导数，也就是 s prime of t， 应该为兰达乘以1的兰达 t 次方。接下来，我们再重复套用这个公式，得到 x 的二阶导数 s double prime of t， 就会再多乘一个兰达，变成是兰达平方乘以1的兰达 t 次方。于是，我们把这两个结果带入上面的第一式，就会得到下面的方程式。在这个方程式中，我们发现每个项次都涉及了1的兰达 t 次方这个公因式，所以我们可以将它提出来，写成下方的式子。可是自然指数函数1的兰达 t 次方，它横正皆不为0，所以这个方程式就等价于右边涉及兰达的二次多项式，兰达平方加上阿尔法兰达加上贝塔等于0的结果。我们就意识到，如果我们要求解上方所对应的微分方程式，那么先求出下方涉及兰达二次多项式的解，可能是个好的办法。现在就让我们透过以下的范例来落实这个想法。请求解以下的微分方程式 ：s double prime of t 减掉4倍的 s prime of t， 再加上3倍的 s of t 等于0。透过上面的概念，我们可以先假设 s of t 就是自然指数函数1的兰达 t 次方。然后考虑对应的二次方程式，兰达平方减4兰达加上3等于0。而透过因式分解，我们可以得到兰达减1乘以兰达减3等于0。所以显而易见的，兰达可能为1或是3这两个数值。于是我们就可以将兰达带回原来的式子，得到1的兰达 t 次方应该是1的 t 次方或是1的3t 次方，这两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解。不仅如此，可以透过数学的验证，我们可以得知，把前面的函数1的 t 次方乘上某个常数c1倍，再加上后面的函数1的3t 次方乘上某个函数c2倍的话，也会是我们所需要的解，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答案。所以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微分方程式的求值问题转换为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求值问题，来得到对应的结果。例如我们取 c1 等于5，而 c2 等于2的时候，就会得到 s of t 为5倍的1的 t 次方，再加上2倍1的3t 次方。我们可以经过简易的验证，发现这个函数的确会满足上面的微分方程式。接着我们考虑另外一个类型，也就是以下的范例，是求微分方程式 s double prime of t 减掉2倍的 s prime of t， 再加上5倍的 s of t 等于0所对应的解。同样的，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函数 s of t 为1的兰达 t 次方，于是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转换为刚才所提到的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求值问题，以及求解兰达平方减掉2倍的兰达加上5等于0的方程式。在这里，我们透过大家所熟知的公式法，也就是 2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的 b 平方减 4ac， 再经过整理，可以得到1加减 2i 的结论。于是我们将这个兰达值带回原来的1的兰达 t 次方，就会得到后面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将它次方的部分进行实部跟虚部的分离，然后再透过指数例写成后面相乘的形式。而后面次方涉及虚数 i 的部分，我们其实可以透过著名的欧拉公式，1的 i 西塔次方会等于 cos 西塔再加上 i 的 sin 西塔。
其中这个角度 θ 就对应于 2t 的位置，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后面的方程式，即为1的 t 次方乘上括号的 cos 2t， 再加上 i 倍的 sin 2t。接着我们将1的 t 次方分别乘进去，写出下面的式子。在处理这个微分方程求解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进一步数学的验证得知，如果这个函数1的兰达 t 次方可以分别写为实部的部分，也就是前面的1的 t 次方乘上 cos 2t， 再加上虚部的部分，也就是后面的1的 t 次方乘上 sin 2t， 则这两个部分必然都为前面的微分方程式第一式的解。所以我们考虑它的组合，把前面实部的部分乘上某个常数 c1， 再把后面虚部的部分乘上某个常数 c2， 所得到的结论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般解 s of t。 大家可以自行验证，这样定义的函数的确会满足上面的第一式。而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求解兰达时，如果得到虚数的时候，我们应该施行的处理流程。接下来我们再考虑另外一个情境，请试求微分方程式 s double prime of t 减掉6倍的 s prime of t， 再加上9倍的 s of t 等于0。同样的，我们遵循前面的步骤，先假设 s of t 定义为自然指数函数1的兰达 t 次方，然后将这个问题转换为对应的1元2次方程式，也就是兰达平方减掉6兰达再加上9等于是0。经过简单的因式分解，得到兰达减3的完全平方等于是0，于是兰达应该等于是数值3。带回原来的指数函数，我们就得到1的3t 次方，应该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解。可是由于这个微分方程式，它最高涉及 s 的2阶导数，所以应该也会有其他解的呈现。然而特别的是，在有重根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透过严格的数学论证，得到另外一个解，其实是原来的解1的3t 次方再乘上 t 的结论。所以我们将这两个解加以组合，把原来的1的3t 次方乘上某个常数 c1 倍，再加上由它因应而生的解 t 的1的3t 次方乘上 c2 倍进行相加，就会得到这个微分方程式解的一般形式。借由上述的说明，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将上述所提到的2阶微分方程式转换为对应的1元2次方程式来进行求解。而求解的类型可以分为两相异实根，或是共2虚根，或是这边所提到的有重根的形式，透过不同的方法来加以解题。接下来就让我们借由刚才所发展的解题技巧来回答原先的问题，也就是求微分方程式 s double prime of t 再加上贝塔 s of t 等于是0的解。而在这个情境之下，贝塔是大于0的数。这个方程式可以让我们建立刚才所提到的简谐运动的数学模型。根据刚才的概念，我们可以假设 s of t 等于是自然指数函数1的兰达 t 次方，然后将这个问题转换为兰达的1元2次方程式求值问题，也就是求解兰达平方加贝塔等于0。透过简单的计算，我们发现兰达其实会等于是正负的根号贝塔 i， 它是一个纯虚数。于是代入原来的自然指数函数1的兰达 t 次方，我们就可以得到后面的式子。在此时，我们可以透过刚才所提到的欧拉公式，它就可以写成是 cos 的根号贝塔 t 再加上 i 倍的 sin 的根号贝塔 t。而在第二个例子有提到，如果这个自然指数函数它涉及了虚部与实部的部分，那么这两个部分都是我们所需要微分方程式的解。于是为了得到解的一般形式，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实部跟虚部分别乘上两个常数 c1 跟 c2， 变成是下方的式子，以及我们所需要的解答。而这个式子就可以用来诠释刚才所提到的简谐运动。我们其实可以更进一步把这个方程式进行化简，
就可以写成是下面仅涉及sin函数的结果。所以这也说明了我们所熟知的简谐运动方程式，它其实可以借由三角函数来加以诠释。最后，让我们再次使用电脑动画来了解简谐运动与三角函数的关系。同样的，我们描绘这个指点的位置 s of t、速度 v of t， 还有加速度 a of t， 则它们会满足先前所提到的牛顿第二运动定律以及虎克定律。另一方面，我们在下方绘制适当的圆，观察对应的圆周运动，而上方进行简谐运动的指点，恰好是这个圆周运动的投影。显而易见的，这个例子可以利用三角函数 cos 函数来诠释。然而，运用三角函数的性质，它也可以转换为 sin 函数来说明。这就印证了我们刚才透过求解微分方程所得到的结果。一些生活周遭所观察到的现象，可以透过理论的架构转换为微分方程式的形式，再经过求解与分析，建立对应的数学模型。这个技巧相当重要，例如在进阶的课程工程数学，微分方程式就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我们要熟悉对应的解题方法，让我们能够处理相关的问题。